一个长期饱受霸凌的小可怜，一个觉醒了自我意识的 AI 智能，两个不同命运的人，却在这所暗无天日的监狱相聚在一起。此刻的洗手间内，女孩被拽住头发按在地上狠狠摩擦，可她却丝毫没有任何反抗，反而笑着让对方再用点力吧，好好珍惜打我的机会，反正我也快死了不是吗？这操作把林卡都搞懵了，随即一把将女孩扔在墙角，还能抗势吧？今天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然而这时一同伙却着急忙慌地制止了几人，说是狱警要求全员到大厅集合，有大事要宣布。听闻此话，林卡才不爽地收起拳头，并警告女孩少在自己面前装模作样，更何况压根就没人知道她来过这个世界。随即便带着手下扬长而去，而大厅外已经乱作一团。囚犯们七嘴八舌讨论着到底是什么事。有人很快打听到小道消息，听说人工智能要进入监狱了，好像是来服务咱们的，而且还是超级性感的机器人。原来这是一所斥资千亿打造的海上监狱，里面关押的是全世界最凶狠的女囚犯，更有传言没有人能从这里活着出去。而我们的女主苏却有所不同，明明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姑娘，却打出生起就被关在了这个地方。不仅如此，就连她所在的牢房都不会上锁，只因她是所有犯人的垃圾桶。而她那个典狱长父亲更是过分，每个月都会当着她的面处决一个人，以此提醒她不要有任何生的希望。原本女孩也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不曾想那个叫 Gil 的人工智能竟然用自己的机器人身躯帮她挡下致命一击。那一刻，女孩终于燃起了想要反抗的心，她必须带 Gil 安全地离开这个连乌鸦都无法生存的皮塔卡。这边的广场上早已乌泱泱站满了人，随着一阵脚步声响起，人群瞬间瞪大眼睛，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只见典狱长目光如炬盯了眼台下的苏，接着才让人把玩具带上来。虽然博士对自己的科研结果被当成了玩具很是不爽，但底下站着的全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就导致他堂堂博士不仅说话结结巴巴，甚至连眼神都不敢往台下看，就连典狱长都看不下去了，打断道：“我想你们应该都听出来了，这3台机器人是来让你们发泄的。左边的叫 Tina， 中间的是 Cinda， 右边这个是 Gil。一台机器每晚只会在一个囚室待15分钟，这期间你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但是你们别太放肆，如果造成机器受损，会被关特别禁闭室1个月。”说完，又让手下公布了今晚执行的死刑名单。可令苏惊讶的是，这次仍然没有他的名字。按理说自己应该很早就该被处决才对，他不明白这位典狱长父亲到底在计划些什么阴谋。晚上，苏一如往常好奇地看着铁窗外，因为他人生中唯一的心愿就是在死之前看一眼外面的乌鸦。突然门外传来一片污言秽语，是机器人开始了服务，而苏则是默默撇开了头。很快15分钟过去，接下来就轮到他这间牢房了。两人对视片刻后，Gil便伸手想触摸苏的脸庞，不曾想竟被对方躲开了。可下一秒，那人却又担心地问他不累吗？这个问题令身为机器人的 Gil 很是不解，但按照程序设定，应对这种情绪他们都有固定的回答，那就是为您带来幸福感是我的荣幸。听闻此言，苏却叹了口气，也就是说我可以对你下达指令对吧？在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后，苏直接让 Gil 把衣服穿好，然后坐到门边去，时间一到自行离开就好。接收到命令的 Gil 乖乖回了句是，可内心却很是不解女主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是对他不感兴趣吗？此时的房间内安静的可怕，而 Gil 也发现了女孩一直在看窗外，他很好奇这人到底在看什么，明明外面什么都没有，心想真是个奇怪的人呢。由于这边一直没有动静，反倒是急死了对面的囚犯。喂，此人是不是不会喊啊这么安静？难不成是机器人满足不了你吗？说话啊死人！听到这个称呼， Gil 却在心里默默暗想，倒是蛮形象的。这时有狱警提醒 Gil 该去下一间囚房，顺带也把苏强行推出来带去另一个地方。砰的一声被摔在地上，果不其然，又是犯人处决的刑场。每个月他都会被带来一次这个地方，这是身为典狱长父亲特意为他安排的，就像是在暗示他不要对申报有任何希望。等苏再次回来时，又恰好在楼梯间与人工智能相遇。缇娜见到女主一身血迹，立刻发出警告，请不要再向前半步，您身上的血迹会玷污我们的衣服。一旁的林卡闻言顿时出言嘲讽，哈哈，竟然连他们都嫌弃，你可真是够贱的。一旁的 Gil 看到苏这样都不反抗，于是又开始对这个人做出内心判断，心想这就是人们口中所说的胆小鬼吧。而林卡骂完女主还不够过瘾，随后又指着 Gil 挑衅道，别着急，明天就轮到我搞你了。巨大的吵闹声将狱警引过来，看到一路上都是被苏走路带过的血迹，于是让他去浴室自行清洁。本以为可以洗掉这几乎钻进他身体的腥臭味，谁知刚才的狱警从背后一把抱住了他，双手也在他身上摸来摸去。还是会反抗的活人才有趣了，你就不想在此之前好好享受一下子？尽管苏用尽浑身解数抵抗也无济于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知何时出现的 Gil 救了他。客人说不的时候，绝不进行下一步行为。第二天，女主像往常一样麻木地做着最底层的清洁工作，可她不知道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所有人工智能都会在每星期固定的时间进行充电，而充电的地点就在大厅正中间。也许是设计者的恶趣味，充电前他们必须褪去全身的衣物，并且连接口还设置在最隐私的部位，这对囚犯来说是大饱眼福的好时机。你特么死远点，别挡着老子！看着其他2位同伴已经褪去服装充电， Gil 却迟迟不肯行动。但作为服务机器人，
这些都是他必须遵守的程序。随着一丝不挂的身体裸露在外，意料中的挑逗声不绝于耳，而 Gale 则试图强行关闭听力系统，但随之传来系统的警告：你没有权限关闭听力系统，听力系统将在10秒后重启。可哪怕是10秒也够了，这些肮脏的人类他一刻都不想听见。随着倒计时逐渐归于0，下一秒，一个熟悉的身影将衣物重新披在了他身上，还说穿上衣服一样可以充电。感受着对方手指比自己还要冰凉， Gale 开始重新审视起，或许是他之前的判断失误，这人或许不是一个胆小鬼，只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身为人类的他会对一个身为机器人的自己说出这番话。这天夜里又像往常一样来到苏的房间，刚一见面就对他替自己披上衣服表示感谢，但苏则是表示他们扯平了，毕竟 Gale 也帮他解决了那个狱警。就在 Gale 自觉地去到角落时，没想到这次苏却伸手指了指床边，示意他坐床上来。一开始气氛还很尴尬，随着两人的手指触碰到一起，苏也逐渐开始适应起来。我能感觉到你和其他人工智能不一样，你拥有自我意识。听到这句话 ，Girl 被吓出一身冷汗。原来细心的苏早就察觉到 Gale 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心跳。人在紧张害羞的状态下会不自觉的心跳加速，可你居然和我拥有相同的跳动频率，即便是仿生心脏也不可能做得如此逼真。说完，苏和 Gale 又拉开距离。不过你是不是机器人都和我没关系，在我的牢房里，你不需要听任何人的指令，做15分钟的你自己吧。Gale 又在听完苏的话后，脑海里回忆起每一处细节。随后起身单手将苏壁咚在拐角，这是从何时发现我有意识这件事的？可苏刚要回答 ，Gale 却二话不说直接了上去，直到外面的狱警提醒时间到了 ，Gale 才依依不舍地松开嘴唇。这是他第一次觉得15分钟过得如此之快。临走时 ，Gale 又回头问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的囚室不上锁？听闻此话，苏却下意识地抱紧身子蜷缩在角落，因为我是。然而下一句话他始终说不出口。看到对方如此为难 ，Gale 也没有再追问，而是趴在铁窗上和苏说了最后一句话：“我们明天见。”这句话就像是一个约定，瞬间在苏的心底炸开，令他那本就如死水一般的心底再次泛起涟漪。他开始憧憬明天，憧憬 Gale 的明天，甚至希望这不是一间牢房，而是自己的房间，该多好。这时，一群囚犯气势汹汹推开了房门，然后二话不说就把苏按在地上。这次苏却一反常态做出了反抗，一口咬在女人的手上，结果迎来的是更加变本加厉的殴打。而苏则是一脸憧憬地看向那扇门，原来对他来说，逃避现实的时间也只有15分钟嘛。时间来到晚上，博士在检查3个人工智能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只有 Gale 似乎在休眠舱里微笑。这怪异的一幕让博士心里顿时觉得隐隐不安，于是决定好好观察一下 Gale 接下来的举动。结果第2天就惊讶地发现 ，Gale 似乎很在意一个人。每当苏被监狱里其他人殴打时，Gale 就会目不转睛地看着苏，眼神里似乎有怜悯还有愤怒。博士只觉得头皮发麻，为什么 Gale 会对那个人有感情波动？难道是那个犯人有什么特别的吗？这天夜里，苏在做完工作后，马不停蹄地赶回牢房。果然，刚回房间就看到 Girl 已经坐在床上等着他了。刚一见面，他就温柔地捧起苏的脸，表示有一件礼物要送给对方。随后指着墙上的一处涂鸦：“这就是你一直想看的乌鸦，怎么样，喜欢吗？”这还是苏第一次在监狱收到礼物，满脸惊讶地问 Gale 怎么知道这个。Gale 说他经常看到苏一个人在广场上自言自语，还说一定要见到乌鸦。可为什么一定要是乌鸦呢？苏随即解释，这是他和母亲的一个约定，只要乌鸦飞过皮塔卡的那一天，妈妈就会回来接他。这也是为什么他这么多年能一直在皮塔卡坚持下来的原因。可苏也清楚母亲是不会再回来，就像这炭笔画的乌鸦并不是真正的鸟，他所憧憬的自由和未来最终也不过是虚幻一场，没有什么是真的。闻言 Gale 满脸心痛的亲吻在对方的额头，不是的，起码此时此刻的我是真的。自此之后 Gale 又每天都很烦恼，为什么偏偏这里的上空没有鸟呢？哪怕是一只也够了。就连一旁的 Tina 听后都开始自动联网搜索，随后传来机械式的回答：皮塔卡岛屿属于环境污染的重灾区域，大量的污染物加上人类的活动，导致皮塔卡岛屿没有鸟类生存的舒适环境。闭嘴！愤怒的 Gale 直接将脖子后的芯片给拿了出来。然而这一幕恰好被刚进来的博士看见，要不是他亲眼所见，他根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加上前几次个出现的异常，博士将 Gale 的身体做了一遍全身检查。可出乎意料的是，数据显示一切正常，但是监狱那边的反馈调查几乎都是对 Gale 的投诉。这一切分明就像是一个在发脾气的活生生一个人。博士现在也很纠结，如果 Gale 不恢复正常的话，那么这一批所有型号的机器人都会完蛋。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杰作被毁掉。这时 Gale 疑惑地问道：“数据不是显示我没有任何问题吗？可是你会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问题所在。你要做的是接收指令，完成指令，而不是自我表达。对人类来说，死亡就是完蛋了。” Gale 继续追问：“可是身为机器的我根本没有生命，怎么样才算是完蛋呢？”博士听完直接愣住了。即使他再不想承认，可Gale好像的确拥有了自我意识。只要几十分钟记忆程序格式化后，一切就会重新开始。他又沉默了好一会，才缓缓开口：“是的，身为人工智能，一个按钮就可以反复地将它杀死。所以在格式化删除记忆前，Gale又向博士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他想再借最后的15分钟时间。”画面一转，他来到苏的囚室，而此刻的苏正望着墙壁上的乌鸦。突然身后传来巨大的关门声，回头一看是 Gale 又来了，并且他在其他牢房偷了一把锁，安在了苏的门上。苏被他的举动逗笑没用的，明天还是会被拿掉的。明天的事明天再说，起码今晚没人会打扰你。
说完便开始解自己的衣服，辛辣的场面顿时将苏弄得面红耳赤。等等，我们聊聊天就好。可是，一向乖乖听话的 Gil 这次没有照做，因为今天他想做到最后，就算苏拒绝他也不会停下。幸福的时刻本就是短暂的，更何况只是区区的15分钟。而这边博士也即将重启 Gil 的程序，在他还有意识之前，便开始在内心拼命祈祷，希望苏不要忘记自己。就在博士按下格式化按钮的下一秒，Gil的脑海霎时间响起一道机械音，即将恢复初始设置。随着往昔的记忆片段不断涌出，Gil似乎在与这股力量做对抗。初始化程序正在进行，请勿进行其他操作。我拒绝。接着，更诡异的一幕发生了，电脑屏幕突然变成无数乱码，随后一行字出现在正中央：我是 Gil， 我要带他离开这所监狱。最后，所有文字拼凑出一个乌鸦的图案，只留博士一人在原地惊魂未定。接下来的好几天，苏都没有见到 Gil， 哪怕是在机器人充电的日子，也唯独没有他。很快，苏意识到情况不对劲，于是，在囚犯放风的日子，他主动找到欺负自己的林卡，因为今天林卡负责给博士的实验室打扫卫生，苏直接表明他会自己干完所有的活。哪料却被林卡一眼看穿，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你不就是为了那个机器人吗？怎么见不到他担心了是吧？你特么都快是一个死人了，还在担心一堆破铜烂铁，你的人生为什么这么搞笑？可是面对林卡的挑衅，苏依旧没有反抗，只是眼神不再是以往的麻木，而是一种坚定，仿佛林卡在说出拒绝的下一秒，苏就会和他拼命。最后还是苏做出了妥协，只要你肯答应我，我死之前，你所有的打扫工作我都会替你做。另一边，博士找到一名负责看管苏的狱警，在送上一笔好处费后，成功拿到了苏的档案。狱警告诉博士，想要了解苏，就必须先了解另外一个女人，那就是苏的母亲。原来苏的母亲是典狱长奥谢洛卡的前妻，并且奥谢洛卡会在卸任前处死苏，这样他身为监狱长，将第一任妻子关在监狱里的事实就会被抹去，而苏这个出生在监狱里的孩子也会随着秘密一起被埋葬。博士在听完这个惊天秘闻后也是满头大汗，难怪这么小的年纪就会出现在这里。这边的苏满心欢喜的在实验室找到 Gil， 却被他一开口说的话伤得体无完肤。客人，请对我说出你的需求。那一瞬间苏恍惚了，以前只有别人的拳头落下身体才会痛，可现在分明没有人挥起拳头，为什么自己会觉得痛得无法呼吸？想起我来，我要你想起我来。见到 Gil 依旧在重复那句话，苏失望的转身夺门而出，殊不知这一切都被墙上的摄像头拍得一清二楚。在见到 Gil 的表现后，博士这才如释重负，随后又对 Gil 进行了几个问题测试，只要没有问题的话， Gil 就可以重新投入使用了。你是人吗？我是 AI 模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你的任务是什么？为人类更好的服务。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因为同情他的遭遇才要带他离开，对吗？我不确定你在讨论谁。听到这里的博士终于松了一口气，没什么，你就当我在胡说八道吧。可就在 Gil 转身走出房间的下一秒，他的眼神却立马变成了一个人。当然不是因为同情了博士，你不会明白我的心有多痛。说完便从阳台一跃而下，朝着远方飞奔而去。他现在要第一时间找到苏，说明一切。牢门被用力的推开，两人再次相遇。这次苏认出了这个眼神，是他回来了。下一秒，苏将 Gil 又紧紧地抱在怀里，恨不得把他揉进自己的身体。Gil 深情地捧起苏的脸颊，对不起，我不会再让你掉眼泪了。可苏却嘴硬地说那不是眼泪，只是天花板漏下来的水而已。虽然这个借口很是拙劣，但 Gil 并没有拆穿他，而是宠溺地说，是吗？那我们一起把天花板补起来好吗？紧接着 Gil 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苏，也就是他被博士发现有自我意识，然后被强制重启程序的事儿。为了防止博士再次做出伤害 Gil 的事，两人约定在人前装成陌生人，只有在这间牢房中，他们才能放肆地表达欲与爱。然而还没等他们温存片刻，门外便冲进来一批狱警，这么温馨甜蜜的气氛，真是不忍心打断二位啊。虽然话是这么说，但狱警们手上的动作却是毫不留情，直接拽着苏就往外走。尽管两人奋起反抗，可还是敌不过对面人高马大的狱警。这时苏突然想到了什么，转头朝着 Gil 拼命的大喊，千万不要跟过来。就这样 Gil 眼睁睁看着苏被带走了，可他的眼神明显写着不服气，冲上去扒在铁栏上问他们想把人带哪去。可狱警只道你的服务时间已经结束，然后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很快苏被押送到犯人处罚的刑场，而上面端坐之人正是他那高高在上的典狱长父亲。其实苏已经猜到了，今晚应该就是他的死期，只不过这个距离刚好，他的血一滴都不会溅到他父亲。随即满脸愤怒地看向那人，你还真是始终不变啊！下一秒，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听见子弹上膛的声音，苏努力平复内心的恐惧，他试着让自己想想那些快乐的回忆，也许死前能拥有这样的一段经历也不错。紧接着他抬起头看向天空，准备接受这残酷的命运。砰的一声，枪声划破寂静的恐惧。然而令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是，不知何时出现的 Gil 倒在了苏的面前，子弹直接穿过他的机械身躯。由于机体受损严重，所以整个人都已经崩溃状态。可 Gil 还是断断续续地说道，不是说好了不再让你流泪的吗？我食言了。他说完便缓缓闭上了双眼。苏看着这一幕，整个人无法接受，甚至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他不断地请求 Gil 快点醒来看看自己。一旁的典狱长再次对手下发话，愣着干什么？他不是还在喘气吗？
其实那把枪已经抵在了自己后脑勺。面对即将的死亡，苏却丝毫不怕，反而愤怒地喊出了奥谢洛卡的名字。我恨你，我要杀了你！就在这时，一声音出现：住手，统统住手！原来是匆匆赶过来的博士，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对一个孩子动用私刑吗？即便内心怕得要死，可博士还是坚定地挡在两人面前。你们伤害了我们公司的财产，我有权利要求你们停止，除非你们连我都射杀。碍于博士背后的集团，典狱长顿时就开始犹豫不决，而博士则是蹲下身子安慰起心如死灰的苏：把他交给我好吗？我会让他恢复如初的。苏颤抖着声音问他：你能保证救活他吗？在得到肯定了答复后，博士才一把抱起了 Gale， 但心里却对苏那句话产生了怀疑，就仿佛 Gale 在他眼中是有生命的。而且更令博士感到匪夷所思的是，为什么 Gale 会奋不顾身帮他挡下子弹？于是博士大着胆子试探性地对典狱长说：这个犯人对我们 AI 的开发研究起到关键作用，我希望您能留他一命，至少到我们的合作结束前。见典狱长目光如炬地盯着自己，博士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道：您不回答我就当你答应了。随后叫上苏跟紧自己，然后快速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直到两人的身影逐渐远去。典狱长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觉得苏的性格简直和他母亲一模一样。而他的思绪回到了19年前，那时人类自发组织了一场集体抗议，目的是联合抵制机器人取代人类。那时的奥谢洛卡还是一名治安官，当时他正在抓捕带头的抗议者，结果在追踪到一处庄园时跟丢了，恰好在此刻遇见了庄园里的公主莉莉丝，仅是一眼就被对方的美貌所震惊。可莉莉丝却表示根本没有见过什么所谓的抗议者，反而对奥谢洛卡这个闯入者有格外的敌意。见此，奥谢洛卡环顾一圈后也只能悻悻离去。可殊不知，那个名叫苏兹的带头者就是莉莉丝的仆人，此刻就藏在桌子下面。虽然名义上两人是主仆关系，可实际上他们早就私定终身。回去之后的奥谢洛卡一直对莉莉丝念念不忘，凭借家族的关系逼迫对方与自己联姻。得知消息的莉莉丝很是震惊，与父母争吵的过程中说出了早已有心上人。可母亲接下来的话让她更加绝望，原来母亲早就知道她与那个下人之间的事，之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可这次的联姻对整个家族来说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如果莉莉丝敢拒绝的话，那苏兹这个仆人他可以被买进来，也就可以被卖出去。为了留苏兹在自己身边，莉莉丝同意了与母亲的这场交换。可是终究包不住火，得知真相的苏兹孤身一人来到治安官庄园，碍于身份特殊，一眼就被对方手下的人认出是带领民众发起暴动的抗议者首领，然后直接被关进了拘留所。为了能够救出苏兹，莉莉丝假装同意和奥谢洛卡尽快联姻，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苏兹必须出席他们的婚礼。而莉莉丝早就谋划好了一切，她告诉苏兹自己将在那天和他远走高飞，殊不知他们的对话早就被站在一旁的2名手下听得一清二楚。事后莉莉丝很后悔，那天不应该将苏兹一个人留在那里。婚礼的那天，莉莉丝左顾右盼，始终没有见到苏兹的身影。她威胁奥谢洛卡，苏兹如果不出现，我立刻离开。奥利斯卡告诉他，别急，他一定会来的。随后就见大门被打开，手下扛着一副巨大的棺材走了进来。上一秒莉莉丝还在震惊，为什么好好的婚礼会带进来一副棺材？下一秒她才隐隐地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原来在她离开拘留所的那天晚上，得知他们计划的奥谢洛卡便吩咐手下在拘留所中掐死了苏兹。当棺材板被踢开的那一瞬间，莉莉丝只觉得万念俱灰，苏兹的肉体都已经开始腐烂，恶臭的苍蝇盘旋在苏兹的全身。以前的往事仿佛历历在目，可如今再见已是天人永隔。莉莉丝的心也随着苏兹死去。我答应你他会来，可我没说过他会活着来。现在你是完整属于我的东西了。悲痛欲绝之下，莉莉丝抽出藏在腿上的匕首，朝着奥谢洛卡疯狂地刺了过去，结果却扎中了机器人的服务员。奥谢洛卡顿时仰天大笑，这个宴会厅里所有的机器全部都植入了保护我的程序，你想杀我就是做梦，你只能乖乖地嫁给我。随着2名手下冲上来准备制服他，可莉莉丝却没有一丝惊慌，然后淡然说道，可如果是一个死刑犯呢？说完头也不回地挥手向身后刺去。伟大的治安官队长也会取一个死刑犯吗？1刀2刀3刀，身下的小弟已经被刺得面目全非，可莉莉丝依然没有收手，仿佛是在发泄心中无尽的怒火。接着莉莉丝摇摇晃晃地扑倒在苏兹的怀中，嘴里喃喃地说着，现在我们自由了，然后呢？你再给我讲讲莉莉丝血染订婚宴，然后呢？她是怎么怀上素的？监狱里的小女孩一直在询问老妇人，老妇人翻了翻身子，像是在回忆。她以为杀了人就能够结束一切，但奥谢洛卡没有放过她。原本应该立刻执行莉莉丝的死刑，但奥谢洛卡还是不顾外界的目光，强迫莉莉丝在监狱里嫁给了他。那天新婚之夜的哀嚎声响彻了整个监狱，我时至今日都忘不了。其实那孩子死了也好，在这里每日受尽折磨，死了反而获得解脱。谁知下一秒，那个小女孩却惊奇地发现，苏竟然被完好无损地押送了回来。监狱里的所有人都不敢相信，都在感叹苏还真是命大。只有林卡嘴角微微上扬，不用太惊讶，就算他躲得过今晚，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活着才是他的地狱。紧接着苏被狱警狠狠地丢进牢房，可苏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牢房竟破天荒地上了锁。现在似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而这一切全都是因为 Gale 的出现。可他还没高兴2秒，狱警的话却给了他沉重一击，你好像找到了活着的希望，对吗？
那个讲话磕巴的工程师，还有那台反常的服务机器人。清醒点，想想这里是什么地方？没错，这所斥资千亿打造的海上监狱十分恐怖，里面关押的是全世界最凶狠的女囚犯，更是传言没有任何人能走出这个地方。狱警临走时还不忘吐槽一句：“真是跟他妈一样晦气。”苏起身坐在床上看着那只乌鸦，随即情不自禁伸手摸上去，那是他人生中收到的第一个礼物，是 Bill 送给他的。一想到这，他的嘴角不自觉地勾起微笑，因为他被带回来之前，Bill 悄悄和他拉起了小拇指，那是他们之间才会知道的约定。所以苏确信 Bill 已经成功被救活了。原来博士带队回到实验室时，第一时间便启动了 Bill 的备用器官。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抢救，博士忐忑地再次为 Bill 重新开机，结果一股电流瞬间充满 Bill 的全身。随着一阵剧烈的挣扎， Bill 口中不断重复着一些词语，射击监狱、阻挡逃离等等。最后他伸手指了指天空，口中喃喃地说着乌鸦，随后便再次陷入昏迷。而苏的眼泪也决堤而出，他绝不允许 Bill 离开自己，于是便疯狂地祈求博士帮 Bill。 也就是后来狱警们冲进去带走苏时， Bill 悄悄勾了勾他的小拇指，而那一刻他也坚定了要和 Bill 逃出去的决心。这边的实验室内，博士还在为救活 Bill 的人工心脏而工作。下一秒，不知何时醒来的 Bill 直接用插头抵在了他的脖颈，威胁道：“别乱动，现在诚实的回答我的问题。今晚的事你有没有向公司汇报？”博士被他那恐怖的气势吓得直哆嗦。你仔细听 Bill， 外面很安静是吧？如果我将你的事汇报给了上面，你觉得你还能坐在这里和我对话吗？确定对方没有说谎， Bill 才收回了那根插头。那你为什么要帮我？博士没有第一回答，而是向 Bill 伸出了手。Bill 下意识便躲开了。博士笑着说：“这就是理由，你的自由意志还有智慧，包括救那女孩时所展现的勇气，亲眼见过的我怎么可能不动摇呢？”另一方面是他觉得 Bill 的存在即将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大飞跃，但同时令博士担心的是 Bill 的存在即将是人类灭顶之灾的开始，所以接下来他必须好好考虑一番才行。可 Bill 却一脸不耐烦地打断：“这些又关他屁事呢？现在他唯一关心的是苏的处境。”最后在 Bill 的威逼利诱下，博士还是决定帮他，而 Bill 也已经做好了这次逃跑的规划，毕竟他不会白白挨这一枪。果然第二天，博士就被叫去了典狱长的办公室。他如约定般告诉了狱长，说 Bill 已经彻底崩坏修不好了，但典狱长却对此提出了质疑：“不是还剩下2台机器吗？用他们的继续试用不就行了吗？”可博士却立马大吼道：“当然不行，因为 Bill 才是这些机型中的重点商品，没有备用机就没有持续的使用数据，那他要如何向公司交代？”他说着又很愤怒地拍2起：“我现在帮你们保守着 Bill 受伤的原因，但是典狱长您的诚意呢？”没想到一番话说完，典狱长竟真的帮他盖章了。即便他知道这家伙一定有问题，但他笃定以他的胆量还做不了什么手脚，一切都还在自己的掌控中。自从苏知道 Bill 没事后，便每天期待着和博士的见面。这天踢球活动上，苏激动地跑过去问他 Bill 的情况，博士警惕地看了眼四周，便小声告诉他 Bill 已经醒过来了，然后给旁边的 Tina 让出了一个身位。他现在看得到牛。原来 Bill 在实验室通过数据线的连接，将自己的感官与 Tina 连了起来。随着一声机械音响起， Tina 突然抬眸看向了苏，苏用力捂着嘴巴，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这个眼神他这辈子都忘不了。博士则是趁机给他们打掩护，给2人争取交流的时间。这时 Bill 轻轻抬起手，然后抚摸起苏的脸庞，似乎是想感受许久不见爱人的温度。可苏却很是严肃地告诉 Bill， 以后千万别再作为他挡枪的那种傻事。随即他望着对方那双空洞麻木的眼睛，将自己的所有心事倾泻而出，他的愧疚和不安，甚至还有他那无法抑制的想念。他真的好想把这些话当面讲给 Bill 听，可是这些事在 Bill 看来根本无关紧要。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跟苏说，你记住，过几天会有一艘轮船来到，到时候我的备用机体将会通过卡车运送进监狱，那一天我会制造一场大混乱，来完成我的计划。苏刚想问是什么计划，那边的狱警已经走了过来，而 Bill 则是让苏不要问太多，只要记住不管发生什么，那天都要留在自己身边。话音刚落，那狱警上来一把将2人分开。休息时间结束了，都赶紧回牢房去。而苏愣愣地站在原地，脑中不断回想着 Bill 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他说的计划是逃生吗？自从 Bill 假死后，他每天都会借着 Tina 的身体游走在监狱的各个角落，并且将监狱所有的排班记录记得一清二楚。同时也发现博士的房间每天都会被监视，这时候 Bill 便会贴心地提醒他自然点，考验演技的时候还多着呢。直到夜里确认狱警前往了食堂， Bill 才会有短暂的时间整理收集到的信息，这让博士看到也不免有些震惊。没想到短短时间 Bill 就搜集了这么多资料，不仅是狱警数量和交班时间，就连他们一天去几次卫生间都被总结出来。不愧是 Bill， 看来这次的越狱计划一定会成功。可 Bill 却说这个计划是不会成功的，这下博士也懵了，什么意思？你费尽心思搜集资料，结果又说这个计划不能成功。Bill 解释这只是一个假的逃跑计划，但只有假的计划成功进行，才能够让真的计划转动起来。另一边，苏回到牢房后，不仅牢房被上了锁，就连之前他一个人干的脏活也被平均分到了其他囚犯手上，这也导致那些人很是不爽，所以故意在苏的牢房门口冷嘲热讽，自己分内的事全推给我们。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招，搞不好是色诱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不曾想话音刚落，其中一人的头发就被苏伸出来的手狠狠拽住。
你们给我听好了，那些肮脏让人疲惫的工作，过去这些年是我替你们在做，现在只是回到你们自己身上了，懂吗？他说这话时的眼神让人不寒而栗，顿时将两人吓得尿不湿差点湿了，最后也只能灰溜溜的离开。苏则是转头看向大厅正在充电的机器人，想着轮船应该要进港了吧，也不知道 Gil 到底在计划着什么。很快3天时间过去，今天是约定好公司送来备用机的日子。Gil 告诉博士，等下他按下关机键后，会将自己的数据分散传输到皮塔卡监狱的每一个角落，电视、电脑、监控器，但凡是能通电连接着线缆的地方，都会有它的存在。而博士只要按照计划，在货车到达后检查备用机，假装什么都不知情就好，剩下的交给他。可博士还是很担心，如果实施计划的过程里出现了意外怎么办？Gil 表示自己早已想好对策，那时他会回到这里的，而且他本身就是一堆数据，是杀不死的。紧接着 Gil 眼神坚定地按下脖子后面的按钮，一瞬间，庞大的数据信息侵入了每个角落。此刻的 Gil 仿佛成了这座监狱的主宰，就连正在充电的 Tina 也突然睁开了双眼。与此同时，装有备用机的卡车按时来到监狱大门口。这时，刚打扫完监狱的一组囚犯正疲惫地往回走，途中他们发现通往外界的大门此刻竟然打开。尽管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情况，但逃生的本能让他们决定不能放过这次的机会。可就在这时，身后戴眼镜的人阻止了他，表示就算走出这扇门，也不代表咱们能逃出去，所以必须得制造更大的混乱，才能提高越狱的成功率。其他人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必须把所有犯人都放出来。原来这一切都在 Gil 的意料之中。之前博士就问过他，为什么备用机抵达的时间必须是他们值班的那一天。Gil 指着照片中的一人解释，不是他们，而是他。这家伙是 IQ140的经济诈骗犯，之前有过3次成功越狱的经验，我们的这场演出少不了他。如果越狱计划是个炸弹，那他就是那个引线。果不其然，没过一会，眼镜女孩就分析出了越狱计划，并给每个人都分配了任务。首先让同伴们去探路，看看其他的门是否出现了类似的故障，然后再想办法拿到钥匙，放出其他的犯人，再告诉他们有轮船靠岸，今晚是唯一的离岛机会，他们自然会闹事，最后再趁乱抢下那辆货车。可当时的博士还是有疑问，就算他会按照 Gil 测算的那样将事情闹大，但也很难成功啊，毕竟监狱里面那么多监控。闻言 Gil 自信一笑，我会比所有人都快一步。而刚才几名囚犯分配好任务后，便开始了分头行为，其中一人便开始色诱一值班的狱警，然后另一人再趁其不备从背后偷袭，最后成功拿到钥匙。一切都如 Gil 的计划般进行得很顺利。此刻大厅外已经乱作一团，有些人还不明所以，这是谁在组织越狱吗？更有人直呼真是疯了，怎么成功的？这时一人大喊到后操场的电控大门失效了，现在是唯一的逃离机会。但囚犯们还犹豫不决，觉得是开玩笑的。可紧接着就有人打开了那道门，还愣着干什么？快跑啊！众人见状先是一脸震惊，反应过来后便朝着门外跑去，瞬间现场乱成了一团。可唯独苏却很淡定，回头看向那充电舱，觉得好奇怪，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监狱里的看守却没任何反应。于是他走到 Tina 也就是 Gil 面前问道，是你在背后威胁他们对吗？ Gil 却告诉他，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我始终在你身边，还有明天我会让你光明正大走出这里。苏还是不放心 Gil 一个人，你在实验室吗？我现在去找你。可 Gil 却握住苏的手，告诉他暴乱会让你受伤的，所以哪里都不要去。而苏终于明白昨天 Gil 对他说的那句留在他身边是什么意思了，原来就是只留在这里。可是他做不到，他不能眼睁睁看着 Gil 一个人孤军奋战，他要去找真正的 Gil， 然后便毅然决然朝着实验室的方向跑去。与此同时，那些囚犯们刚踏出那扇铁门，瞬间就触发了警报的污名，但眼下他们也顾不得那么多，只能继续往外面跑。虽然警报只响了一声，但还是被办公室的监狱长敏锐捕捉到了，随即便让手下问问牢房那边是什么情况。结果负责值班的那个狱警却怎么也连接不上，这下典狱长也坐不住，准备亲自去看看。而博士这边则按照Gil说的，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在那等着检查备用机。结果下一秒，眼镜女带头冲了过来，直接一把抓住货车司机的衣领，让他把钥匙交出来。可与此同时，狱警们也赶了过来，哪料这些囚犯也不是吃素的，直接赤手空拳上去就是干。另一边前来查看情况的监狱长也在手下口中得知了此次暴乱，随即便下令让所有人前去前门镇压犯人，而他自己则是亲自去解决源头。与此同时，苏也来到了 Gil 所在的实验室，可是他无论怎么呼喊 Gil 的名字，对方始终无动于衷。看来 Gil 的意识已经不在这具身体里了，自己必须得帮他拖延时间。紧接着，苏将实验室的门关上，然后又拿来钥匙将其反锁，再硬生生将钥匙掰断留在了锁芯内，随即又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将沙发、柜子所有能用的东西都推过去挡住了那扇门。但是苏很清楚，光是这样还远远不够，他必须想办法解决奥谢洛卡才行。这时他发现了头顶的监控，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跑了出去。不一会儿，典狱长也来到了博士的实验室，结果就看到那扇门被桌子什么的挡住，他不屑地喝了一声，真是幼稚。不过说到底还是一个人造的机器罢了。
竟然试图戏弄人类。游戏到此为止吧。紧接着便打开了一道门，殊不知苏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结果门刚被打开，苏就一闷棍敲在典狱长头上，鲜血瞬间从他后脑勺滴落。即便苏整个人已经因为紧张而瑟瑟发抖，但还是眼神狠厉地警告男人，不准你靠近一步。谁知奥谢洛卡非但没有感到愤怒，反而仰头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不愧是莉莉丝的孩子，再努力一点，说不定我就会改变想杀你的心意了。他说着便伸手从兜里掏出了手枪，苏用锋利的铁管抵在奥谢洛卡的背上，把枪扔下来，别让我说第二次。他的声音几乎是愤怒的咆哮，本以为这样会起到威慑作用，可奥谢洛卡却不以为然。然后呢？你觉得杀了我你就能活着出去吗？虽然苏的内心也有点动摇，但想到 Bill 说过会让他安全走出去，所以他相信只要自己撑到天亮就好。两人就这样僵持不下。就在这时，奥谢洛卡却耍起了花招，你想要枪就拿去好了。可下一秒，砰的一声，他对准了天花板的灯，玻璃碎片顿时砸在苏脑门上，同时房间内也陷入了黑暗。等苏反应过来时，奥谢洛卡却已经躲到了暗处，然后不断的开枪射击，瞬间屋内弥漫着一片硝烟。但由于两人都处在黑暗的环境，所以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苏的脸颊也只是受到了擦伤，可奥谢洛卡显然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甚至还嘲讽道：“比起莉莉丝，你还是嫩了点。”苏对着声音的方向一个箭步冲上去，然后挥舞着手中的铁管，结果却什么也没有。而奥谢洛卡的声音依旧回荡在耳边：“你应该感激我的好奇心，因为实在很想看看我和莉莉丝的孩子究竟会长成什么样，才放纵你呼吸到这一刻。结果你呢，竟然长得和那卑微的奴隶一样，甚至一丁点我的影子也没有，还真是老天给我开的玩笑啊！”这声音每说完一句便换了位置，让苏一时拿他无可奈何。但很快，他闭着眼睛告诫自己要冷静，对方手里有枪，不能被他的话绕进去。等苏聚精会神再次睁开眼睛，竟意外发现自己已经适应了黑暗的环境。与此同时，奥谢洛卡也在缓慢地向他靠近。我们也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吧？你说呢，苏？或许是天意都站在苏这边。他发现身旁的玻璃门倒映出自己的人影，随即便小脑瓜一闪，想到了对策，然后假装一副失落的语气：“对，你说的没错，该结束了。”奥谢洛卡举起手中枪：“再见，我亲爱的女儿。”砰的一声，苏的倒影随着玻璃的破裂而炸开。下一秒，奥谢洛卡不可置信瞪大了双眼，只听噗呲一声，房间内传来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与此同时，地面全是沾血的脚印。紧接着，苏摸索着打开了另一个灯关，然后拉开了那道门，一道光影瞬间打在二人身上。只见奥谢洛卡捂着腹部，狼狈地倒在墙边，而苏早已夺过了那支手枪，然后对准了面前的父亲。原来我的存在对你来说也是一场囚禁啊！即便苏对眼前的人只有无尽的恨，但最后还是没能下得了手。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心软，而是一想到他这些年所受的殴打威胁，像个可怜虫一样在监狱里苟且的模样，他也想让对方尝尝那种屈辱的滋味。表面高高在上的典狱长，实际却是在自己的枪管下苟且偷生的废物，而他接下来喘息的每一秒，都会想起这一刻的侮辱。呵呵，是吗？你是不是觉得堵上的门就永远不会被打开？你以为你离开皮塔卡就能获得新生吗？你错了，你永远也赢不了我。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牢笼，不管你去到哪里。然而话音未落，奥谢洛卡却已经失去了意识。苏站在原地，忍不住嘟囔一句：“少说大话了，这次是我赢了。”紧接着他便踉踉跄跄跑了出去。没想到的是，天竟然还没亮。他和 Gil 的约定是天亮之后见面。等苏拖着受伤的身体回到熟悉的牢房时，一股阳光瞬间照射在他脸上。他要去找 Gil， 也不知道 Gil 的计划有没有成功。可是他真的好疼好疼，腹部也因枪伤而不断往外淌着血，最终还是没撑住，倒在了大厅中央。